点站淡水，谢谢。Dam 3 Station， 中点站淡水，多谢。终点站淡水 NC。洋行、寺庙、教堂、城堡，时间在这座古老的小镇里，仿佛与观音山脚下的河流同样悠长。漫步在堤岸边，凝望着夕阳的余晖在河面上闪耀着光芒，那样的美丽景色是现代人对于淡水的普遍印象。而在80年前，当陈澄波带着话剧置身于淡水的街道上，他所见到的风景也会和我们一样吗？作为台湾第一代的西画家，陈澄波的旅行作画足迹触及当时东亚世界的许多角落。不过，对于这位始终眷怀母土的画家而言，台湾的城市和乡村、山林与海洋，才是他内心牵系的所在。1926年，陈澄波入选日本帝国美术院展览会的作品，就是以故乡嘉义的城市边缘风景为主题。这是台湾人的绘画第一次进入日本官方美展的最高殿堂。1930年代中期，当陈澄波返回台湾定居以后，他为这座岛屿所创造的风景画也变得更为丰富多彩。其中，位于台北近郊的淡水，也是他热衷取景作画的一个地方。透过陈澄波所遗留的素描簿，我们看见他的足迹遍布于淡水的巷弄里、河岸边、山岗上。这位富有研究精神的画家，在小镇各处来回踏查，试图从中把握住在地的人文风土和场域氛围。而在淡水细照当中，陈澄波则把他对于淡水的种种印象，铺成为一幅全景鸟瞰式的风景画。在陈澄波的画里，淡水河岸那些闽南式建筑的屋顶，总是跃动着充满志趣的弧形线条，屋瓦与砖墙或明或暗的红色，为每一栋房子提示了不同层次的时间感。街道的上方是一片长满了草和树的山岗，大片的绿色在山坡上恣意蔓延，流露着蓬勃的生气。而在河岸与天际线所画出的轮廓之外，是融成一片橙蓝色的天空和河水。宁静而温柔的颜色包围住岸上的小镇，为整幅画增添了几许安适恬淡的气氛。除了颜色，陈澄波的淡水印象也包括了小镇的历史记忆。矗立于角落的教堂尖塔与突出烟囱的红瓦屋，是礼拜堂与街医馆。两床古迹都与传教士马街的故事紧密相连。循着蜿蜒的街道，向画面的深处走去。河岸边的码头与仓库，以及河面上的轮船、帆船和汽船，都是淡水曾经作为繁荣商港的历史见证。遥望远方，山岗上的红毛城，则让人想起遥远的大航海时代，从欧洲来到东亚的殖民者，在岛屿上遗留的痕迹。
在这幅画里，陈澄波是一个说故事的人。借由他的油彩铺叙，我们看见的是淡水小镇数百年来的历史流转。而或许那样融合了多元文化脉络的风景，就是他心目中的台湾最重要的一种特色。数十年后，淡水的样貌与陈澄波的时代已截然不同。它或许会持续的改变成我们全然不认识的样子。但不要忘记，有个喜欢在小镇里四处探寻的画家，把他在这里找寻到的种种故事以及美丽的风景印象，保留在一件又一件的作品当中，只等待你看见。